多项经济数据已清楚显示，中国经济持续下行，通胀压力减小，通缩风险不断增大。仅2022年一年，中国 GDP 增速就从头3个季度的3%多急剧滑落至第4季度的1.7%。2023年经济开始全面解封后，大量民众和中小企业破产倒闭，疫情冲击后的消费萎缩进一步加剧。2024年以来，中国经济步入全面通缩。1月份，中国 CPI 同比出现0.8%的历史性负增长，这已经是2009年以来的最大跌幅。与此同时 ，PPI 的环比和同比也在持续下滑，多个行业开始出现产能过剩、库存积压、工厂停工或破产倒闭的情况。在新增就业岗位大幅减少的情况下，中国开始出现大规模失业潮。很明显，中国经济已滑至通缩的泥潭，要想重拾增长的希望，已是难上加难。2024年1月通缩入侵，民众消费难望翻身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1月，中国 CPI 同比出现0.8%的跌幅，这创下了14年来的最低纪录，显示中国经济步入全面通缩的局面。作为经济运行的晴雨表，通缩的出现昭示着中国经济正处于严冬。在各细分行业中，2024年1月份食品类价格同比暴跌5.9%，其中猪肉、蔬菜和水果的跌幅更是高达2位数。民众的餐桌都写满了通缩的凄惨，购买力在持续萎缩。在疫情冲击之下，大量餐饮企业倒闭，更多失业人员对未来前景惶恐不安，这导致民众严重缩减外出就餐的消费，转而囤积大米等主食和简餐食品，以求渡过难关。这直接打击了中国餐饮业，使更多餐饮从业者失业。在严峻的通缩大环境下，民众严重缩水的购买力和消费支出成为经济重启的最大绊脚石。中国经济要想摆脱通缩泥沼，必须依靠消费市场的复苏。但是在当前民生艰难、就业岗位萎缩的背景下，民众消费难以望见翻身之日。2021至2023年，中国狂印水钱54万亿，百姓无钱可花。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通缩和民生困境，中国却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放肆的印制发行了高达54万亿人民币的现金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，仅在2022和2023这2年，中国广义货币的增加分别高达28.14万亿元和25.84万亿元。2021年至2023年的3年时间里，中国毫无节制地增发了约54万亿现金进入市场。这些水分十足的人民币并没有增加百姓的实际购买力，相反，它进一步加剧了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化，让中国的权贵和利益集团能够继续哄抬资产价格，进行炒作和勒索。这成为寻租经济的滋生温床。中国的贪腐集团利用权力和资源优势，通过权钱交易谋取暴利。与此同时，百姓的口袋却空空如也，购买力在疫情冲击下节节败退。广大民众手头拮据，生活所迫，不得不严格控制开支，这直接导致中国的消费市场萎靡不振，民众手里的钱越来越少，能够用于消费支出的资金却在不断萎缩，这让中国经济复苏无从谈起，也为百姓根本无钱可花。印钞54万亿最后都流入了国企和官僚的口袋。这54万亿的水钱最后都流向了哪里？答案是国企和官僚的口袋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，在2022年全年22.75万亿的新增人民币贷款中，高达78%流入了中国的国企和事业单位。这部分钱被中国各级官僚企业据为己有，却极少投入到实体经济建设中。事实上，大量证据表明，这些钱主要被挥霍在官员的奢靡生活与铺张浪费上，或被中国各级官僚用来炒房炒股。同时，
住户的新增存款也高达16.67万亿元，占全年新增存款的65%。百姓被迫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，只能将收入尽可能的存起来，以防万一。这些钱无法进入实体市场进行消费，导致中国经济面临严重的需求不足。很显然，中国印制的54万亿水钱并没有增加百姓的实际收入或购买力，反而成为中国权贵们躺着发钱、坐着收租的工具。这加剧了贫富矛盾和民怨积累，让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即将面临崩溃性破坏。水到渠成的2027年金融危机 M2 泡沫破灭时，在中国疯狂印钞、放任权贵集团炒作经济的背景下，权威机构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，中国的金融体系或将在2027年步入全面崩溃，中国自建国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也随之爆发。研究报告预判，在2027年，中国 M2 泡沫破灭，广义货币水涨船高的鼓包瞬间爆破，大量投机炒作的泡沫资产，如房地产、股票、债券等迅速变现与抛售，卖出实体经济的泡沫终于不攻自破。在资产价格暴跌的同时，大量企业不堪债务压力而破产倒闭，银行体系同样损失严重，不良贷款暴增，中小银行纷纷被挤兑。在经历2023年至2025年3年左右的低速增长后，2027年中国经济将正式进入衰退期。此外，中国为了救市曾推出大量刺激经济的政策，导致政府财政收入下降，债台高筑，这让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偿债压力。在此过程中，大量资本外流也会进一步恶化中国经济。房地产市场冰封，企业停工倒闭潮涌。在金融危机爆发之际，中国经济面临全面崩溃与瘫痪。至2027年，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彻底失去了生机，开发商频频倒闭，业主停贷难再攀升，已成房地产市场的主旋律。大量楼盘焦灼，成为烂尾楼，而房地产泡沫最终破裂，导致房价暴跌。在房价全面下跌的同时，大量业主承受不了无底洞式的房贷压力，纷纷停贷、断供，甚至逃离房子。大量老鼠房因此涌现。与此同时，制造业与民营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。在国际环境恶化、出口萎缩的大背景下，大量中国企业面临订单锐减和产能过剩，生产线被迫停工或半停产的情况到处可见，这让制造业失去了数万个就业岗位，大量工人失业。此外，在信用收缩、融资难的环境下，大量高杠杆的民营企业也难逃倒闭的命运，这导致制造业、民营经济全线崩溃。到2027年，将有上万家企业破产倒闭。在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全面萎缩的背景下，投资者信心达到历史最低谷，中国经济面临撤资与崩溃的严冬，社会动荡也随之而来。社会动荡在所难免，赤贫与暴动并行。在经济危机与高通胀的双重压力下，超过1亿中国人被迫生活在赤贫状态。大规模裁员和企业倒闭让更多劳工丧失稳定收入。与此同时，在政府财政收入锐减、举债有限的情况下，许多地方也已经难以为贫困群体提供基本的低保和救济。低保救济金成为空头支票。在许多欠工资、欠退休金的工人聚集在一起上访无果后，开始有零星暴动事件发生。这些暴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蔓延，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下降。到2030年前，动荡与暴乱有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。与此同时，大量精英阶层选择移民海外，留守者与底层群体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，各地黑帮势力也乘机崛起，治安进一步恶化，一系列恶性事件在所难免。中国经济滑坡无法回头，百年梦想破灭无疑。
鉴于中国不断高压统治、严密管控舆论的封闭性，外界对中国真实的经济与社会动态了解甚少。但种种迹象显示，这个曾经美丽的中国梦，其破灭仅是时间问题。错误的治国理念与经济政策让中国经济早已滑上不归路。当泡沫破灭、危机来袭之时，当权者也将难逃其咎。这一切都将在2027年金融风暴到来时浮出水面。没有任何帝国的辉煌是永恒的。当中国经济在威权统治下步入衰退期后，其社会动荡也必将随之而来。